Hello，就像我们上周说的啊，Solana 突破178之后呢，就会挑战200块的市场心理关卡。那么果不其然，就在今天呢，Solana 就突破200，并且继续往上奔。那如果是上周160左右进场的呢，我会觉得现在是可以止盈一部分了哈。那如果你还没有入场，现在这个价格点位适合入场吗？我们今天将从 Solana 目前发展的情况以及 K 线图来理解一下什么点位适合进场或者是加仓。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Solana 目前的近期发展吧。其实最近 Solana 的利多消息还是蛮多的，这也是推进它价格往上涨的原因之一。首先，我们先看一下啊，Gido 基金会最近推出了它的那个区块组装市场，就是 Block Assembly Marketplace，这是一个新系统啊，目的在改进 Solana 区块链的那个区块构建方式跟交易排序方式。那么 BAM 呢，它采用一个 TEE 技术，那技术环节我们就不深入探讨，但基本上它就是一种安全机制，它能够有效的隔离执行环境跟主环境。那么通过加密交易的排序逻辑呢，BAM 不仅提升了整个过程透明度跟安全性，而且还能够逐步实现去中心化治理。那这个突破对于高频交易者跟大型机构特别具有吸引力哦。那同时也再次展现了 Solana 强大的技术实力。那我们再另外看，还有一个利多消息，本周发生的就是在DeFi Development Corp， 它其实是一家房地产公司，它之前是一家房地产公司，自从被 Kraken 的高层离职的高层入股或收购之后呢，它开始转型持有 Solana， 就有点类似 MicroStrategy 持有 Bitcoin 一样。它目前持有将近100万的 Solana， 并且都在质押。那根据本周它的财报显示呢，它透过股权信用额度就已经筹集了1900万美金，并且平均以133.5美元的价格购买了超过14万的 SOL。那这使得它的 Solana 总持仓量达到了将近100万颗，999.999啊。那目前是全部质押在链上，通过质押它就已经获得了大概800多的 Solana 的利息。还有其他公司，比如说 Mercury FinTech，最近都推出了类似的 SOL 资金库。让我们另外看一下 Solana 链上的 TVL 跟它的交易量。我们到 DeFi Llama 这边来看。DeFi Llama 我们选择 Solana， 我们可以看到它除了 TVL 不断上涨之外呢，它的 DEX Volume 去中心化交易所的交易量最近突破了1兆美元。那其中呢，永续合约是暴增哦，这也代表了从中心化交易所到去中心化交易所的一个趋势。那么永续合约暴增也代表了资深交易者在 Solana 链上的活跃度是持续的增加啊。那另外呢，在 RWA 这边 Solana 的成绩也是非常不错。Solana 目前是我们到 RWA.xyz 这边来看一下 ，Solana 目前在 Real World Asset 的排名，你可以看到 Solana 现在已经跃升第3名，那前2名基本上都是以太坊生态系的。好，那么这些信号呢，无疑为 Solana 提供了非常多的利多消息，也推升了市场对于 Solana 的信心。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近期 Solana 是不断的往上升呢？那我们接下来看，从线图来看，它目前的价格点位跟它适不适合值得入场，以及它如果回撤的话，我们应该观察哪一些点位。好，我们现在到 Solana 的线图，我们先看4小时线图啊。我们现在 Solana 其实是一路上涨的趋势哦，那今天要突破200之后，继续往上突破。在这张线图上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会先调出2个指标来判别它的趋势是不是在往上或者是反转。一个是 RSI Divergent 相对强弱指标的背离，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MACD， 经常看的。那 RSI 这部分的话，我们除了可以看到它现在是一个超买的阶段之外呢，我们也可以判别它的动能是否减弱。如果说，比如说在这边啊，它价格是在创新高，但是它的这个 RSI 却是在下跌的话呢，这就是一个可能会下跌的一个趋势啊。这边也是这部分也是它价格在上涨啊，从这个点到这个点上涨，但它的 RSI 却是在下跌的阶段，所以这也是一个判别趋势要走弱的讯号。那我们目前看来呢，它的 RSI 跟它的价格是维持一致，所以它的上涨趋势目前还没有减弱。这个还是要观察我们的交易量啊。如果买多的交易量持续在增长的话，那当然这个强势会一直持续下去。但进入超买区的话，我会建议，如果你是在之前160入场的话，现在200差不多可以止盈一部分了。那另外一个就是 MACD， 那 MACD 这部分呢，一旦出现死叉的话，也是代表一个。就是这个蓝线如果跌破这个黄线的话呢，这也代表一个趋势的可能反转，所以大家也要注意一下。那目前看来的话呢，它仍然是一个上涨的趋势，但是我们接下来要看的是什么呢？我们其实，在 K 线上面，我们可以做一个很简单的阻力位跟支撑位的这个绘图哦，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把它调到日线这边，我们看日线这边。
它仍然是处于一个超买阶段所以这个点位确实是一个比较热或者甚至一个过热的这个区间，所以我不会在这个点位入场。如果我要继续加仓我的 Solana 的话，我会在它回调的时候再来看。那它什么时候会回调呢？我们就说到我们刚刚的支撑位跟阻力位了。所以我们把这个线图调为日线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的支撑位在这边，就是价格点曾经到达这个点位，但是无法突破，我们称它为阻力位。那一旦突破了之后呢，这个阻力位有可能会形成我们所谓的支撑位，也就是说它回调的话，它可能会在这边找到一个支撑，这是第一个，在185左右那如果在接下来，如果它继续跌破，如果它回撤跌破185的话呢，那我接下来看的就是在这个点位。所以在线图上面大家可以自己去找这个点位如果多次价格曾经到达，但是无法突破呢，它就是一个阻力位。一旦突破了，它跌的没有跌破这个价格，而且多次没有跌破这个价格，它就成为一个支撑位。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判别在线图上面的支撑跟阻力点位。那么当然呢，周线的支撑阻力位跟日线的支撑阻力位，周线又会比日线来的强大的多。所以我们如果把这个线图改为周线图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在周线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支撑位在186。所以如果价格回撤到186，这是一个比较强的支撑位，因为你可以看到在这边在周线图上面有相对多的这个价格点曾经到达，但是却无法突破，那这就是一个比较强的阻力位。然后当突破之后，它会变成一个比较强的支撑位。OK， 所以这会是第二个的我加仓或入场的机会。好，这是从线图上来看。那么如果它是仍然往上走，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嘛，它是4小时跟日线都已经进入了超买区。如果 Solana 的利多消息不断寄出的话呢，它有可能会继续挑战我们的周线超买。那如果周线超买的话，我们就看它的上行区间有可能会到204，其实已经到了今天有到达一阵子。那再往上的话，那就会到213，甚至到257。所以目前来看呢，我觉得 Solana 已经达到了一个目前利多消息能够推进相对的高点了。如果还没有入场的朋友，这个价格位呢，大家先观看，看它的发展趋势如何。如果它的日线呢有稍微回撤一点，回撤到这个区间的话，那我觉得就是一个不错的点位，可以继续去加仓。那我另外我会看的就是移动均线，价格移动均线图，因为移动均线可以给大家一个参考，就是它的价格趋势跟走势，以及可能的支撑跟阻力位在哪里。那在均线系统这边呢，我主要是会看3条线，21、50跟200。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价格位的话是在3条均线以上，也就是说现在我们是很明确的处于一个 Solana 牛市的阶段。那也可以注意到一点，就是我们在周线，我把这个时间拉到周线了，我们在周线的这个黑色线是21周均线，已经下跌破50的周均线，也就是说虽然说目前 Solana 价格是在牛市的阶段，位于均线的上方，但是还是要注意它可能在短期会有一些波动，长期趋势来讲是往上走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区间，因为目前短期来看它已经是一个超买的趋势，但是长期来说的话，在接下来几周它还是会继续往上的，我们只需要耐心等它回撤，然后适合的价格点我们入场之后再等它继续上涨就可以了。然后另外一个可以给我们价格走势的参考是合约数据的清算热力图。我们到 CoinGlass 这边，我之前有讲过 CoinGlass 的使用方式，那有兴趣的可以参考上面的链接。好，那我们到了 CoinGlass 之后呢，我们来到这个爆仓数据这边看一下它的清算热力图。我们选择Solana， 那我们就看 Binance 上面的 Solana 这边交易量是最大的。那清算热力图可以给我们一个概念，就是它在什么点位的价格附近有最多的资金聚集，那通常价格就有可能如果在附近的话往那个方向走。那目前我们 Solana 在200左右的这个价位，我们可以看到上方下方其实都有资金聚集的，但是下面的这个资金聚集量比较大，也就是说做多 Solana 的人是很多的。那上方这边呢，其实它的做空量就没有这么大，但是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到215这边有个比较明显的做空的流动性，所以在这边的话，如果我们能够到达这边的话呢，大概在这边就会受到一点阻力。随着 Solana 生态系统不断的发展以及技术不断的提升，我自己是看好这个生态系的，而且我也非常看好 SOL 代币。如果你跟我一样是看好 Solana 生态的话呢，我会建议我们目前在这个价格位我们稍微观望一下。那就像我说的，我们目前 Solana 已经进入一个所谓的超买区间，那在这个区间的话，
它有可能会继续往上走，但是也有可能会随着市场冷却而回调。那无论是往前走而回调，我都希望大家保持一个冷静的心啊，不要随着市场起舞，避免这个 FOMO 心态。那么如果它随着市场回撤的话呢，我们去观望一下170到185这个区间，如果它在这个区间能够站稳的话，这就是一个不错的加仓或者是进场时机。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分析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说了，拜拜。